Hello，大家好，咱们这一期紫微斗数聊明星命盘，我们来聊一聊，听到他的名字你就会尖叫的顶流男明星王一博。那我有很多的小姐妹和学生都非常喜欢他。当我打开他的命盘之后，我想从4个方面来聊一下。第一呢，还是老规矩，他的性格、内在的样子、外在的表现形式最注重的部分。第二呢，就是他真正喜欢的女孩子的样子，就是他的夫妻宫他的理想型，也看看你到底是不是那个样子的女生。第三呢，就是我会发现他的盘里面其实隐藏着一些小小的危险，可能会对他的生活造成一些困扰。第四呢，就是基于这个困扰，对于明年流年他的运势做一个简单的预测。那我们先说第一，就是他的性格。当我打开他的盘之后，发现他命宫独坐破军这一颗主星，旁边还加了一颗文曲星。那他的破军星的状态是非常亮的。那我们的专业术语上来讲，叫妙望平现，就是其实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亮度的体现在你自己的格局里。简单来说，越亮的星星，它的发挥这颗星星的优点的能力就越强。它的亮度越弱，它发挥的能力就相对会弱一些。就像我们进入到一个房间，它到底是亮着4个灯泡让这个房间灯火通明，还是它只有1个灯泡只有微微的这样一个亮光。其实人的人生也是这样，如果你的能量很强的话，你就发挥到这颗星星的极致。那我们拉回来说王一博的这颗破军星，本身破军星不是一颗吉星，它是一颗恶曜，但是它是恶曜所有这个系统里面能力很强的一颗。那同时破军星的人呢，也会内心有一些孤傲，它同时也是一颗孤星他的领导能力很强，而且不是特别愿意受到别人的控制和管理。他希望去做一个领头的这样一个角色，去管理和控制别人，以及他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小世界里面的人际关系玩得非常转。那同样他的破军星还体现在什么呢？大家知道他这个包括喜欢滑板，包括喜欢赛车。我可以在这里给大家就是小的断言一下，就如果你身边有破军星坐命的男孩子独坐只有这一颗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说，你会不会非常喜欢追求刺激，或者喜欢那种速度，喜欢那种极限的运动？那大家看王一博的这颗星星表现的就很好。那大家可以从他的舞蹈的这种表演上发现，其实他平时是一个很冷的感觉但是他里面一旦进入到他的领域里面，就会表现出很刚很勇猛不能输，我要赢的这样一个精神状态在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破军星的状态。那破军的旁边还有一颗文曲星。那我们说文曲星其实主要管的就是文艺、才艺、艺术这一方面的东西。那他的破军旁边加了文曲，你看他其实年纪并不大，但是呢，包括他的成就包括他在过去的组合里也当舞蹈担当，都是跟这颗非常具有才华的星星有关系的。好，那这个是他本身的性格的表现。那我们再看一下他外在的样子。外在的样子我们讲说是一个保护色，那一定和里面是一个反差的样子那一博的外面做的是廉贞天象、零星加禄存那我觉得这4颗星星的组合完美的表现了他在外的样子，就是感觉很高冷，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显得很合群的样子。那本身呢，廉贞星也是一颗让人感觉很紧的星星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旁边还带了一个拽住它的零星，以及一个让人感觉仙气飘飘的禄存。那其实我觉得他饰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很禄存。禄存的状态就是有一点觉得其实我内心非常清高，我不是特别瞅得上你们这些俗人所以呢，他在外的样子给人感觉淡淡的、冷冷的，那其实也是一个保护色，保护一个内心很狂野，内心很愿意推陈出新，很愿意追求速度、追求快感的一个本身的他自己。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财帛跟官禄宫。财帛宫独坐七杀庙，大家记住这个庙还是那个我说的最亮的状态。官禄独坐贪狼庙还是最亮的状态。所以说整体就是一博的这个3方4正都是一个能量最强的样子。所以我们说他今天的成功一定跟他的性格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再说一下他的身宫身宫就是最注重的地方。那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的点嘛，那他的身宫就落在了官禄。确实他在工作中的认真程度，以及对于工作中的一些事业上的成就一些欲望一些想
做到更好、更极致的这种表现，也确实是一个身官同宫的人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表现。好，那我们再聊一下妈妈粉和姐姐粉最注重的她的恋爱当中的真正的理想型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她的夫妻宫。夫妻宫独坐的武曲庙加左辅，你看大家看她的夫妻宫也是最亮的，真的是不是一张非常非常不错的盘那我们说武曲是我们紫微斗数里面星星里面最大的一颗财星，那其实就可以看到，一博其实非常喜欢那种跟他势均力敌的女生，就是他的性格不会喜欢那种软糯弱的那种女性，因为本身武曲星也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星星，肯开拓，能挣钱，有想法，行动力超强。所以当我看到他的夫妻宫之后，我觉得跟他最好的搭配组合的这样一个很合适的人，是一个能在这个生活中、工作中、事业中对他有所帮助的这样一个女生。因为她旁边还带了一颗左辅星，那这个左辅对于她一个那么热爱工作的人、身官同宫的人来说，这个女生对她的工作一定是要有助力的，这样的话是一个加分的项目。那么这个女生在外是什么样子呢？在外的样子会是那种很随和，然后很有趣，也很好玩，可以能化解掉一些她在外的那个冷的感。因为这个女生在外的表现形式是独坐的贪狼庙的形式。那贪狼星我们讲说就是很有趣，人缘很好，让人感觉很好接触，很 nice 的这样一个感觉。所以我们说，如果大家期待自己成为王一博的理想型的话，那就往这个方向发展就 OK 了。那之前其实我有看过一些他的采访，说他喜欢姐姐型的这种类型的女生，其实我觉得很中肯，因为本身破军型性格的人是很喜欢找比自己年龄大一些的这种女孩子，因为破军型的男生他本身能量很强，他带有那种我是一个可以领导和把控这段关系的主导的这样一个状态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他在找未来对象的话，年纪比他年长的是可能性极大的，而且不光是要年长一些，在能力上，在这个助力上，它也是他就是衡量择偶标准的一个很明确的点。好，第三点，我们来说一下，在他整个命盘里面，我会比较担心他的一点，也是他明年流年运势当中会遇到的一些小的问题。那其实一博这张盘整体来说分数是非常高的，但是会有一个小坑，那就是他的仆役宫。我们讲说仆役宫在过去就是因为过去的那个社会的制度我们会有家里面的这个奴仆，就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那当我们现在这个新时代新社会肯定没有这种关系，那我们会有什么关系？比如上下级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那其实一博的仆役宫相对来说就差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呢？他的仆役宫做了巨门化忌，旁边有一颗凶星叫陀罗线，所以呢，他的这个表现形式呢，就是其实他身边的一些包括合伙人，包括他的朋友，其实会很容易跟他犯一些官司和口舌，因为本身一博他本身自己的命宫呢，会带有一定的孤性，我们讲说可能有一些不太合群，有一些高冷，喜欢独处，那么他的朋友的这个位置呢，也会发生口舌，发生官司，而且他的朋友很容易讲错话，就是简单来说，像在娱乐圈嘛，就都会有一些采访什么的，当一些人可能提问的时候，聊到他的时候，他的朋友很容易给他埋一些雷或者挖一些坑，导致可能他的一些形象会受损，或者是引发一些不好的争论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他这个情况会在2023年，就说我们过了阴历大年30之后过完阴历年正式进入到下一年，其实会在明年有这样一个不太好的情况出现，也许会有人给他挖一些坑，会说一些不利于他事业工作和舆论影响的这些事情，也希望呢就是作为粉丝吧，就是大家理智对待这些事情，因为我们讲说在命盘中其他的前面我讲的它的位置其实都是很好的配置，也是很好的状态。那我们说一些不好的东西呢，它也会出现在这个人的命盘里。命盘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那么它的这个小格子就弱了那么一些，所以也许明年有几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好，那咱们视频的最后还是老规矩，一首打油诗送给王一博。盛世美颜王一博，万千少女送秋波。
若想成为座上客，有管今日关注我。好吧，那在视频的最后，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希望大家点赞、评论、留言和关注我。如果有更进一步的想与我沟通，可以留言，我会把我的通讯方式发到大家的这个评论上。好吧，那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